很多人只看见史书里的成败，却看不懂藏在故事里的人性。欢迎收看《一夜一段史》。今晚我们来讲杜十娘。如果你听过百宝箱这个说法，你可能知道她是一个烈女子。但今晚，我想带你走进一个更残酷的真相：一个被当作商品卖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最终用最商品化的方式当众销毁自己，来证明自己不是商品。请找个舒服的姿势，靠好，闭上眼睛，或者就盯着天花板。我们出发。现在先抛出3个问号，带着他们一起走进万历年间。第一个，杜十娘攒了7年的珍宝，足够买下半条街。为什么她只肯掏出100多两碎银赎自己？第二个，她阅人无数，见惯了虚情假意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最懦弱的那个男人托付终身？第三个，她明明可以拿着财宝远走高飞，为什么宁愿抱着他们跳进冰冷的江水，也不肯放过自己？这3个问题是解开他一生的钥匙，把时钟拨回万历初年，拨回绍兴府杜家庄那个模糊的秋天。冯梦龙在《警世通言》里只用了8个字交代他的来处烟波浩渺，莽莽苍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的身世像江面上的雾气，看不清也抓不住。但后世河北梆子的唱词补全了一段心碎。家住在绍兴府杜家庄上，因父母遭遇不幸，高价卖进了北京城的春光院。无论哪种版本，结果都一样。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从父母身边消失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家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扎着双环的小姑娘被推进陌生院子，满眼浓妆艳抹的女人，醉醺醺的男人，丝竹声里听不出悲喜的调笑。老鸨上下打量她几遍，看出这丫头眉眼间有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好，留下改名杜薇，排行第10，从此叫杜十娘。从那天起，她的日子只剩一件事儿：学唱曲，学弹琵琶，学怎么走路，怎么斟酒，怎么笑。老鸨有的是耐心打磨一件好货。7年之间，她从缩在墙角发抖的孩子，长成整个教坊司最值钱的姑娘。13岁破瓜接客，到19岁故事正式开场时，她已经在这座销金窟里泡了整整6年。6年里，她经手过多少公子王孙？冯梦龙没写具体数字，只用了4个字，不知经过多少。但京城里流传着4句口号：座中若有杜十娘，斗整之亮饮千觞；院中若10度老美，1000家粉面都如鬼。意思是酒桌上只要有杜十娘，再小的酒量也能喝上1000杯。青楼里要是见过杜十娘的美貌，其他姑娘的脸都丑得像鬼。这就是19岁的杜十娘，站在京城风月场顶端的模样。但我们今晚的视角必须从那些金粉堆砌的辉煌里挪开，落回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一个被卖掉的孩子心里到底装着什么？他有钱，6年里他攒下一箱谁都不知道的宝贝，藏在关系好的姐妹那里，连老鸨都蒙在鼓里。他有手段，迎来送往间学会的察言观色，足够他在最醺醺的男人群里滴水不漏的周旋。他甚至有规划，他很清楚自己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，他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人。但所有这些精明筹谋，最底层只压着一层薄薄的底色，他想要一个家。他从被卖掉那天起就知道自己是商品，商品没有家，只有货架。可商品不会攒钱，不会自己赎自己，不会挑选买家。杜十娘攒了6年，等的就是那个让他觉得这一次不一样的人。而那个人很快就来了，短暂的苦熬过后，命运终于递过来一根他以为可以抓住的稻草。但他不知道，那根稻草的另一头拴着的是一块马上就要沉下去的石头。万历20年左右的某个春日，杜十娘19岁，正是一朵花开到最盛的时候。这一年，她遇见了改变她命运的男人，或者说她以为自己遇见了。这个人叫李甲，浙江绍兴府人士。巧了，跟杜十娘那个模糊的绍兴府杜家庄是同一个地方出来的。李甲的父亲是布政使，相当于现在的省长，正经官宦子弟。他进京入太学读书，
那里是全国精英子弟汇聚的地方。太学生年轻，长得俊俏，脾气温存，手头又阔绰，帮衬起人来细致周到。冯梦龙原文用了4个词形容他：俊俏牌、温存、信洒漫的手、帮衬的情儿，长得好看，性格温柔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对女人特别体贴殷勤。这种男人往教坊司一坐，哪个姑娘不动心？杜十娘动了。她有心向他，请注意“有心”这2个字对一个阅人无数的头牌来说，有心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主动。6年里，他见过太多男人醉醺醺的来，掏空腰包的走，没一个让他觉得不一样。但李甲不一样，这个年轻人看他的时候，眼神里有种让他陌生的东西，不是赤裸裸的占有欲，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迷恋。杜十娘做了一个在当时极其反常的决定，从那天起，除了李甲，她不再接待任何客人。一个青楼头牌对一个恩客专一，在教坊司的规矩里叫自断财路。老鸨的脸都绿了，但杜十娘不在乎。她花了6年时间攒够了一箱宝贝，现在她想试试另一种活法。李甲也投入得彻底，他原本带了一笔可观的钱进京，全砸在了杜十娘身上。1年多下来，钱财倾尽，分文不剩。太学生没了钱，在教坊司就是废人。老鸨的脸从笑盈盈变成冷冰冰，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，没钱就滚，别占着地方。这个时候李甲怂了，他面皮薄，被老鸨几句话顶得进退两难，想走又舍不得。杜十娘想留又拿不出银子，杜十娘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她太熟悉老鸨的套路了，也太熟悉男人没钱之后那副讪讪的模样。但她没有心凉，相反，她看见一个缝隙，一个她等了6年的缝隙。某天老鸨又在大骂李甲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杜十娘不咸不淡地接了一句：妈妈，既然嫌他没钱，不如开个价放我走。老鸨正在气头上，张口就来：300两，有本事拿300两来，任你带走。杜十娘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她立刻站起身，伸出右手3击掌。这个动作在明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击掌就没有反悔的余地，是比白纸黑字还硬的赌誓。老鸨万万没想到这个平日温顺的摇钱树会来这一手，但话已出口，掌已击下，只得答应300两。对杜十娘来说，这笔钱她拿得出来，百宝箱里随便一件首饰都不止这个数，但她没有。她当着李甲的面慢慢拆开被褥的边缝，从里面掏出散碎的银两，一堆碎银子，整整150两。她说：郎君，这是我的全部积蓄，剩下的你去想办法。全部积蓄吗？当然不是。百宝箱里的东西够买下半个教坊司，但她就是不肯拿出来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杜十娘最让人心疼的地方，她阅人无数，仍然愿意相信一点美好的情谊，但多年养成的提防之心又不允许她和盘托出。她把那笔巨款留在暗处，只拿出碎银，要看看李甲为她奔走的样子。她要的不是钱，是态度，她要确认这个男人值得。李甲确实奔走了，他跑了3天，四处借钱，同乡、同学、同窗，一个个都躲着他，谁愿意借钱给一个在妓院花光身家的浪子？直到他找到柳玉春。柳玉春是李甲的同窗好友，起初一听借钱赎妓，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是老鸨和杜十娘联手做局骗你？但杜十娘做了一件事儿，彻底扭转了柳玉春的看法。她把那150两碎银交到李甲手上，让他拿去给柳玉春看。一个青楼女子愿意把攒了多年的私房钱掏出来赎自己，这要是做局，成本也太高了。柳玉春被打动了，她联合几位同窗凑齐了剩下的150两。10天后，银子交到老鸨手上，杜十娘脱籍。从此，她不再是教坊司的杜十娘，她是李甲明媒正娶的妻。虽然这个明媒是在柳玉春的寓所里办的，没有高堂，没有花轿，没有10里红妆，但她欢欢喜喜地嫁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大概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，不用再应付醉醺醺的客人，不用再数着日子攒赎身的银两，不用再做一件被人标价的商品。她错了，从老鸨手里赎出来，只不过换了一个买主从前卖给恩客，
现在卖给爱情。而爱情这东西从来不讲契约精神，短暂的欢喜过后，更大的风浪正在前方等着他。那艘从京城开往绍兴的船上装着2口箱子，一口是他的百宝箱，他还没打开给李甲看，另一口装着的是李甲越来越沉重的沉默。离开京城码头那天，杜十娘坐在舱里，透过帘子看渐渐远去的城墙。她19岁的人生终于翻过了一页，这一页的标题叫自由，但下一页写的是什么，她还不确定。李甲坐在对面，眉头锁着。当然，该锁从京城到绍兴1000多里水路，他兜里已经空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回家面对当布政使的父亲不告而娶，而且娶的是教坊司出身的女人。按当时的礼法，这足以让李甲被逐出家门。李甲越想越怕，一路上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杜十娘看在眼里，头几天没说话。她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思。他知道李甲在怕什么，但他在等，等那个怕能不能被别的东西盖过去，比如爱，比如责任，比如一个男人的担当。李甲一直没开口，他的沉默像船舷外的水，越来越深。船行到半路，某天夜里，杜十娘从枕边摸出一个小布包，递给李甲。郎君路上用得着。李甲解开一看，白花花的银子20两。他惊了赎身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杜十娘淡淡地说：“一点私房，留着应急。”李甲接了，脸上是感激，心里是什么没人知道。又过了几天，船到一处码头停靠补给，杜十娘又递过来一个小包，这次是50两。郎君去置办几件衣裳吧，回家见父亲也得体面些。李甲又接了。感激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但眉头依然锁着。杜十娘看着他那一张俊俏却舒展不开的脸，心里那杆秤又往下沉了1分。他没有打开百宝箱，那口箱子就藏在船舱最里面，用旧布盖着。箱子里是什么？第一层是翠羽明凯、瑶簪宝管，光是这一层就值几百两。第2层是玉箫金管，第3层是古玉紫金，全是这些年那些公子王孙砸在他身上的代价换来的。他把东西寄存教坊司的姐妹处，瞒过了老鸨，也瞒过了李甲。赎身的时候他只掏了碎银，现在他依然只掏出零头。他就是要看李甲在面对钱和他的石猴到底哪个更重。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爱情测试。一个女人攒了7年才攒下这些东西，她完全可以一上船就把箱子打开，告诉李甲别怕，我有钱，你父亲那里我来周旋。但他偏不，他要的不是钱生钱的日子，他要的是李甲拿出全部力量帮他扛事儿的态度。他太害怕再一次被当成商品钱能买来的东西，转身就能被卖出去。他要证明自己值更多，值那种砸锅卖铁也要护着你的东西。但李甲没有通过测试，他一路感激，一路沉默，一路恐惧。父亲的威严像一张大网，始终笼罩在他头上。越靠近绍兴，网就越紧。船到瓜州的时候，正是深秋。瓜州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，北来南往的船只全在这里中转。风大水急，满江都是桅杆和帆影。杜十娘的船靠岸停泊，等待换船入江。隔壁不知什么时候靠过来一条船，船上挂着徽商的旗号，舱里坐着一个人，姓孙，名富，是个盐商。这人在瓜州码头等风停，隔着船窗看见了杜十娘，只一眼，整个人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地。杜十娘站在船头，江风吹着她的裙服，她不知道，就在她身后几十步远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男人正盯着她的背影，在心里拨算盘。而她的丈夫李甲正坐在舱里，对着一盏孤灯叹气。3个人的命运就在这个码头上被江风吹到了一起。杜十娘一直在数李甲到底值不值得，她打开那个箱子数得太久了。船已经停在了瓜州，另一个男人先开了口，而她那个懦弱的丈夫正在被别人说动，一点一点地把她守了7年的那条底线算成了一笔账。瓜州渡口风越来越冷，孙富备了一桌酒菜，请李甲过船叙话，理由很体面，同是旅人。
相逢即是有缘，李甲推辞不过。过去了，两人在舱里对坐，酒过三巡，孙父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兄台一路愁眉不展，可是有什么难处？”李甲喝了酒，话匣子就开了，说了自己布政使之子的身份，说了在京城花光银两的荒唐事，说了赎身娶杜十娘的经过，最后说到眼前最大的难题：怎么回家面对父亲。孙父听完放下酒杯，长长叹了口气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李甲心里。老伯乃是朝廷显宦，为人正直，家法森严，没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告而娶，已是一行大罪。何况你娶的还是娼家妓女。李甲的脸刷地白了。孙父看着他的脸色，知道火候到了，又添了一把柴。兄台若带着他回家，老伯震怒之下，先把他赶出门，再把你逐出家族。到那时你身无分文，流落异乡，她又是个烟花出身的女人，日子怎么过？李甲的手指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。孙父说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连日来不敢想，又反复在脑子里转的东西。孙父停了停，喝了口酒，终于抛出那个致命的问题：兄台可想过，与其两个人都毁了，不如先退一步。李甲抬起头，退一步。怎么退？孙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声音平静的像在谈一笔买卖：我出1000金，你把它让给我，拿这笔钱回去见你父亲，只说是在京城刻苦读书省下来的。父子之伦保住了，前程也保住了，等你将来功成名就，什么样的妻子娶不到？1000两，一个精确的、体面的，让双方都有台阶下的数字，不高不低，高到足够打动一个穷途末路的年轻人，低到配得上一个被用过的女人的价格。李甲没有当场答应，他有犹豫吗？一定是有的。这一年来，杜十娘对他一心一意，从老鸨手里赎身时，他掏出了全部积蓄，至少他以为那是全部。但恐惧比感情跑得更快。父亲那张威严的脸，家族那扇紧闭的门，口袋里空空如也的钱袋，这些才是真实的，不能再真实的东西。孙父递过来的那杯酒里，泡着的是一个保住一切的幻想。他在自己的船上辗转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他顶着发青的眼圈走到杜十娘面前，一副愁眉苦脸、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杜十娘看着他，他什么都看出来了，但他还是问了：“郎君出什么事儿了？”李甲憋了半晌，终于断断续续地说出口孙父这个人。孙父那个提议1000两银子，他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他说的越来越小声，最后几乎听不见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杜十娘的耳朵里。冯梦龙只写了4个字：十娘大惊。但在这4个字后面，是一个女人用了7年时间垒起来的那堵墙轰然倒塌。你想啊，他攒了7年的百宝箱，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打开过。他拿碎银子出来，不是因为他没有，是因为他在等，等他值得，等有一天他能放心地把那口箱子打开，说一句：“郎君，你看，我们这一辈子不愁了。”但这一天还没到，或者说永远不会到了，因为在他打开箱子之前，他已经把它标好了价，卖掉了1000两。7年攒下的万金之箱换不来一个男人的真心，但一个陌生男人出1000两就能把它买走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件商品，区别只在于从前按次计价。现在一口价，杜十娘没有哭，她只是转过去背对着李甲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李甲以为他要晕过去，然后他转过身，脸上很平静，连声音都是稳的。好，你答应他吧。李甲愣了，他以为会挨骂，会挨打，会哭到昏天黑地，但杜十娘只说了一声好，然后他开始梳妆，用他此生最慢、最仔细的方式，一下一下把头发梳得乌黑油亮，把脂粉匀得平平整整，把衣裙一件件穿好，就像明天要出嫁的新娘1000两。他在这1000两面前低下了头，而他在他低头的那一刻，就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瓜州渡口起雾了，江面上白茫茫一片，对面看不清人影。孙父的船上已经备好了1000两白花花的银子，码在舱里闪闪发亮。
他把船驶得近了些，等着李甲把杜十娘送过来。杜十娘出来了，她换了一身新衣裳，大红织金的被子在晨雾里像一团跳跃的火，头面首饰全戴上了鬓边的金凤钗，随着她的步子微微颤动，整个人看起来不像要被送走，倒像是要去赴一场盛大的约。李甲跟在她身后，不敢抬头看她。孙父站在船头，看到杜十娘走过来，心里一阵得意，1000两白银换一个绝世美人，这笔生意做得值。杜十娘走到两船之间的跳板前站定了，她没有跨过去，她抬起手指着孙父，声音不大，但整个码头都能听见。孙父，你一个商人，仗着几个臭钱拆散人家夫妻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然后他转向李甲，那双眼睛里没有恨，只有一种让人心颤的平静，那是一个已经做了决定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他蹲下身，从船舱深处拖出一口箱子，樟木打得沉甸甸的，上面落满了灰。李甲看见那口箱子愣住了，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。杜十娘伸手把箱子上的灰抹干净，然后啪的一声掀开了箱盖，江风灌进箱子里，吹得里面的东西闪闪发光。第一层翠羽明齿，瑶簪宝枕，流光溢彩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这些值多少？杜十娘冷笑一声，随手抓起一把，不下500两。她把东西举到江面上空，手指一松，叮叮咚咚，翠羽和珠玉跌进江水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沉了下去。李甲啊了一声，伸出手想去捞，被杜十娘一个眼神定在原地。第二层玉箫金管，晶莹剔透的玉笛和鎏金的箫管，每一件都出自名家之手。这一层够你那个孙父再掏1000两，他又抓起来一把一把的扔。玉箫落水时发出一声清越的脆响，像一声叹息。第3层古玉紫金，猫眼祖母绿，全是最高级的玩器。他把箱底那件最大的东西拿起来，是一尊通体碧绿的翡翠观音，巴掌大，水头足得能映出人影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摸了摸，然后松手。7年里每一个委曲求全的夜晚，每一杯不想喝却不得不喝的酒，每一次对着镜子数还有多久才能攒够下一件宝贝，全在这口箱子里了，全没了。江面上漂浮着零星的碎玉残金，在灰色的水波里一明一灭，像他这7年攒下的所有不甘，正在一点点沉下去。码头上已经围了一圈人，船夫商贩，过路的行人全看傻了，没人见过这种场面。一个女人当众扔掉一座金山。杜十娘把空箱子往江里一推，木箱在江面上浮了一瞬，也沉了下去。她这才转向李甲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。妾为郎君积攒了这些财物，本希望终身做个依靠，但郎君只值千金。这些财物在你眼里，还不如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。杜十娘活了20年，第一次看错了人，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但她咬住了。我恨的不是你把我卖了，我恨的是你让我觉得我跟别的商品不一样。她停了一瞬，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把最后一句话从胸腔里挤出来。我跟你走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赎回来了，原来没有。这世上从来就没有赎身这回事，从被卖掉那天起，我就永远在货架上。说完，他转身面对大江，红色的衣裙在风里飘起来，像一片烧到最后的纸灰。晨雾还没散，江水茫茫一片，灰蒙蒙的天连着灰蒙蒙的水，看不到对岸。他跨出一步，大红的身影在灰白的江雾中闪了一下，像一朵烟花，烧到了最亮的那一瞬，然后就灭了。水花溅起的声音不大，浪一涌，江面就平了。什么翠羽鸣壳、瑶簪宝镯、玉箫金管、翡翠观音，还有那个花了20年也没有找到家的女人，全沉进了瓜州渡口的水底。码头上一片死寂。李甲后来怎么样了？他趴在船头喊杜十娘的名字，喊到嗓子哑了也没人应。他悔恨成疾，吐了血，大病了一场。孙父呢，吓得连夜开船跑了。史书上说他受惊而亡，是被这场面吓破了胆，还是在别处遭了报应，谁也说不清。
杜十娘的尸体呢，没人捞到，也许被江水冲进了长江，也许沉在某个水湾里，也许这只是文学里才有的说法，它化成了一缕烟，终于自由了。冯梦龙在故事结尾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尾巴，说柳玉春后来在瓜州的河边捞起一只被江水冲到岸边的箱子，打开一看是空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那只空箱子飘在江面上的时候，像是替什么人把没说完的话又说了一遍。杜十娘把攒了7年的嫁妆一件一件扔进江里，每扔一件都是在说一个家，这些东西买不到一个家，一个真心，这个身体卖不出一个真心。一个被卖掉的女儿终于自己决定不再被卖了，她用一江春水为自己标了最后一个价，无价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杜十娘在上船之前就打开百宝箱，告诉李甲自己有钱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还是说只要她还在乎值不值得这件事儿，就注定会失望？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个百宝箱，藏着最珍贵的东西，不敢轻易示人，怕给错了人，但一直藏着，又怕错过真正值得的人。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天晚上陪你入眠。历史书写的不只是过往兴衰，更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挣扎与取舍。愿你听完今日故事，能在当下的生活中守住本心。期待下一页我们再相聚，共谈古今。